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小玉。我是小新，大家好。小新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学中文这么难？不过在开始以前，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。我的看法可能会吓你一跳。我觉得中文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。啊，小新，你今天是不是没睡醒？中文可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啊。我知道，你先别急着反对我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发现所有人都在说中文难，可是几乎没有人告诉你中文哪里简单？这个好像还真是，大家都在说难，没人说简单。对，所以今天我想做一件别人很少做的事。我先带你去看看中文那些偷偷很简单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聊它到底难在哪儿。还有，正在听的你该怎么办？这个角度有意思，那你说说看，中文到底哪里简单了？好，我先说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注意过的，中文的动词永远不变。永远不变，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我昨天去公园，我今天去公园，我明天去公园，这个去字变了吗？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是去。对，可是在很多别的语言里，昨天的去、今天的去、明天的去，写法完全不一样，你要一个一个背下来。啊，我懂了，中文只要会一个去就够用了。对，你只要在前面加一个昨天、明天，时间就清楚了。光这一点，中文就帮你省了好多事。那确实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，中文里一样东西，不管是一个还是很多个，那个词都不变。比如说，比如书，一本书是书，100本书还是书，你不用特地给它换一个样子。那确实省心。对，而且中文里的东西也不分什么男的、女的。男的、女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在有些语言里，每一个东西都分男女。一张桌子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一把椅子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你都要背下来，天啊，那也太麻烦了。对吧？可是中文完全没有这个麻烦，桌子就是桌子，椅子就是椅子。哇，这么一说，中文好像真的帮我们省了好多力气。别急，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最妙的，中文造词的方式特别聪明，就像在搭积木。搭积木，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你听我说，你知道电又知道脑，那你猜电脑是什么？电脑，哦，是电的脑子，就是 computer。对，再比如，你知道火，知道车，那火车呢？用火开动的车，火车。还有会飞的机器，叫什么？飞机。你看，这就是中文最可爱的地方。你只要学会一些最基础的字，很多新词，你自己就能猜出来。哇，这就像认识了几块积木就能搭出好多东西。没错，所以中文学到后面，你会越来越省力，因为你不是在背一个一个全新的词，你是在用你已经会的字去拼新的词。这一点真的太治愈了，小新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有点惊讶了。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中文这么难呢？问得好，这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说的。你说，中文的难和别的语言很不一样，它的难全都堆在了最开始的地方。全堆在最开始。对，一个是声调，一个是汉字，这两座大山你一上来就得面对，所以很多人刚刚开始就被吓住了。声调确实是第一座大山。对，同一个音，调子不一样，意思就完全不同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去市场是想买东西还是想卖东西？买卖听起来真的很像。可意思正好相反，一个是你给钱，一个是你收钱。再比如，喝的汤和吃的糖。哇，一个音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意思就全变了。
对，所以很多同学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明明记住这个词了，可是一开口，中国人还是听不懂。其实啊，往往就是声调差了那么一点。那这个可怎么办呢？我特别想说一句，声调难真的不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你的母语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声调这个东西。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，你需要时间，慢慢来。听得多了，你的耳朵自然就习惯了。这话让人安心多了。那第二座山就是汉字了。对，别的语言你会几十个字母就能拼出所有的词，可中文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新的样子，要一个一个去认。就像一幅一幅的小画。你这个说法太好了，每个字都像一幅小画，所以刚开始会有点慢，有点累。那是不是会一直这么慢下去？不会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汉字是有规律的，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搭积木吗？你认识的字越多，新字里你见过的部分就越多，你连猜都能猜个大概。一开始最苦，后面是会加速的。原来汉字也是越学越快。那除了声调和汉字，还有别的难关吗？还有一个，很多人都头疼，就是听不懂中国人说话。这个我也常听同学讲。他们说，老师，我看书能看懂，可是中国人一开口那么快，还连在一起，我一下子就懵了。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平时说话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往外蹦，我们会连读，会有口音，但这个真的只是习惯问题，听得越多就越不怕。这一点我们以前那一期专门聊过。好，小新，我也发现了，你说的这三关，声调、汉字、听力，好像都集中在最开始。你说到点子上了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中文不是一直都难，它是开头难。开头难。对，它就像爬山，最陡的那一段恰恰在山脚下，你刚开始爬，最累、最喘、最想放弃，可只要你爬过那一段，后面的路会越来越平，风景也会越来越好看。所以很多人放弃，是因为他们刚好停在了最陡的那一段，他们以为后面会一直这么陡，其实啊，再往上走几步就好了。太可惜了。真的特别可惜，所以我特别想告诉正在听的你，如果你现在觉得中文特别难，那很可能不是因为你不行，恰恰是因为你正走在那段最陡的路上，而这正说明你已经在往上爬了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学生，你说，他刚学的时候声调怎么都说不准，急得直掉眼泪，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是不是没有学语言的天赋？”后来呢？我没让他想那么多，我只跟他说：“你先别管说的对不对，每天跟着我念5分钟，就5分钟。”结果3个月以后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他能听出来别人说话的声调了。你看，那道坎，他自己悄悄就过去了。对，他后来特别激动地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原来不是我没天赋，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想放弃了。”这就是我最怕的事。很多人明明已经爬到半山腰了，却在最后一刻转身下山了。听着真的让人心疼。是啊，其实你回头看看，你能听懂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，你能跟着我们听到这里，你已经比你想象中走得远多了。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需要听到。那小新，如果一个人现在正卡在那段最陡的路上，他具体可以怎么办呢？我想送给他4句话，都很简单，今天就能用上。4句话，好，你慢慢说。第一句，先尝甜的，再啃硬的。先尝甜的。对，别一上来就死磕最难的。你可以先学那些又简单又好用的，会说谢谢、你好、多少钱，马上就能用上，你会特别有成就感。先让自己尝到甜头，有了甜头，才有力气去啃硬骨头。说得好。第二句，难的地方别硬扛，
先绕过去。绕过去？对，比如汉字，你一开始可以先学着认，先不用急着写，能看懂就已经很棒了。写可以以后再说，先别让最难的那一块挡住你全部的路。不用一口气就什么都会。对，第3句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把难当成一件好事。把难当成好事。对，你想啊，正因为中文难，所以你每学会一点点都特别值钱。你学的不是一个谁都会的东西，你是在挑战一座很多人看一眼就不敢爬的山。难反而让每一步都闪闪发光。没错，所以下次你再觉得难的时候，别叹气，你完全可以偷偷为自己骄傲一下。那第4句呢？第4句，别一个人硬扛。别一个人。对，中文这么难，你一个人学很容易累，很容易灰心。你可以找一个朋友，找一个学习的群，或者就像现在这样听我们的节目。把我们当成2个陪你一起爬山的朋友。对，一个人爬山很孤单，很容易就停下了。可是身边有人陪你说说话，给你打打气，你就能爬得更高更远。这4句话真的都特别实在。小新，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？有，我想回到我们开头那句话。中文没有你想的那么难。对，它只是开头难，它把最难的都放在了最前面，好像在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我？而你已经走到这里了。对，你已经爬过了最陡的那一段，所以请你千万别在这里停下来。而且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步一步慢慢往上走。对，你只管来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这一期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记得在下面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见，加油！